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无题的淡香水跟淡香精做比较。对，这一支它的主题是说无题嘛，就是没有给你任何的标准，你可以拿它就是再来叠加其他的味道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它是以柑橘香调为基底的，就是这两支。那这两支为什么它要出2支呢？它是先出了淡香精，后来隔年它又出淡香水。对，那如果是这两支的比较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淡香水，因为淡香水它的感觉比较层次比较分明一点，然后它整体的味道比较清新宜人。那尤其是现在夏天嘛，我就选这支会比较悠闲一点。然后它前面的那种橙花还有一些柑橘的香气就更明显再多一些。那这支淡香精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它可能是相对浓度也再多一点嘛，淡香精，所以它有些味道在一开始喷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比较会闷住，就是它到后面可能到大概半小时、1小时后，那个味道才会慢慢的出来，更多一点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味道，这样子的材料，它更适合再冷一点或是冷气房的时候去使用会好一点。然后这支就是很百搭，任何时间都可以。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原本的香水，你想要有一些清新的变化感，我觉得也可以搭配这支来使用，因为它这支的，它就是希望说可以去搭配他们家其他支的香味去做一个叠传。那你想要做不同的变化都可以，所以才叫做无题啦齁。对，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象，你想要柑橘嘛，因为它的香气可以柑橘分子是比较小的，所以它可以再去加一些其他中调、后调比较强烈的香水，可以让你的香水，你觉得你今天可能稍微厚重一点，想要让它变清新一些些，我觉得这支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叠传。对，推荐。今天介绍是 M&M 的无题，那这个是淡香精，这个是淡香水。那我觉得无题其实就像品牌说，如它的名字不需要帮它命名，让它的香气自己说话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闻到它的话，它的感受一定有你自己的故事。那这2支呢，其实我最喜欢淡香精给我感觉。虽然一开始我被它的那个味道前调其实有吓到，因为它是一种闷闷湿气感很重的，可是它的中后，可是它的那个苦橙带一点苦涩的那个白松香巧妙融合之后，等前调跑完，它后面来的花香，它的茉莉、雪松，反而让它的香气更柔和。那其实我觉得它就很像是你在大自然的森林里拥抱那个树林的感觉，它有花香，有木头香，是水汽很清新的感觉，我就很推它的中后调，会很舒服。那淡香水它其实一开始就是很明显的柑橘调，那它带了点薄荷，直接让你心旷神怡，很明亮清晰。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那个日本的一个柠檬海盐糖果的味道。那如果刚刚这个是森林，那我觉得它就像一片绿地大草原，就是风出来的那个清新青草味是充满活力的，推荐。介绍这个无题香精版跟淡香水版。那从瓶身呢，香精是绿色留着白底，白底比较多。那这个绿色的感觉会很有绿调。那淡香水版呢偏绿黄色，这是2个在颜色上的差别，还有瓶身设计上的差别。那这个无题为什么叫无题？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它只是做一个打底的动作。基底啦，很像 Vodka 酒类当一个基底，其他再加上了他们同样品牌的其他香水，让它延伸扩展出去。所以这2支都是做无题、做基底作用的。那我要先介绍这一支淡香精版，这一支一开始非常像是，如果你有坐过20-30年前的计程车司机会在他的车上抽烟，然后呢，他的计程车如果是空车呢，他已经载人了，他要把空车搬下来的那一种年代。那最好他的垫子还是有那个珠那个坐垫，有没有？有着那个珠这个串起来的椅垫背这样子，哇，你就看到那种老旧建车车上残留的烟味，就是这一支的味道。我这样讲你可能就不想买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支的后调，前面你过了头过深就过，后面的味道开始带出了木质花香调。我觉得这一款
最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它前面的前调。或许你也在追寻老旧继承的味道，那这一支肯定是你要找的。那反而是这支淡香水，一开头它是柑橘，可是却没有带酸感的柑橘香，它就是清新的橘子皮，但是却在中间的时候花香木质开始出现。我觉得这一支特别厉害。如果说2支我喜欢哪一支，前调呢我反差，我会让我有印象，可是却不喜欢的是这一支淡香精。但是喜欢的这一支前面乏善可陈，但是中后调柑橘转换花香，再带出温柔的木质，我会喜欢这一支，提供给你参考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比较是 Maison Margiela 的无题。那我右手这个是淡香精，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整片白色的。对，那我左手这个是淡香水，好，你就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。好，那这2支的香型的话，它其实都是比较柑橘、雪松类的。对，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淡香精这个版本。那而且比较奇特的是，也不是说奇特啦，应该说它的历史，就是说这一支是2010年先推出的。那通常香水都是先出一个延续版嘛，那它反而是浓度比较重的先，然后后面2011才出这个淡香水版。那我们先有这个前提哦，2010好淡香精。那这一支闻起来的话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香材，因为这2支其实我觉得闻起来是蛮类似的。那我就去查一下它的那个白松香，它闻起来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白松香造成的，但我比较之后，我感觉那应该是白松香。对，就是它有一个中药味，或是一个药材味，甚至有人跟我说有点像抽烟的那种烟味，有点湿湿的、闷闷的味道。那我自己觉得是像中药味。对，那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让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。我第一次闻到的时候，我想到一支很有名的香水，就是爱马仕的雪白龙胆。对，就是除了雪白龙胆以外，是这个第2支让我想到一个中药材，然后非常的有特色，就是香型这么的特别。对，就是它的一个身份，你一闻就哇靠，这个也太独特了。第一个是雪白龙胆，然后第2个就是这个，让我觉得这个味道太特别了。但我不是说它跟雪白龙胆相似，或者说可以替代，不是，只是说它给我的感觉是让我有这个联想。对，那但是因为这样，也许它太特别了，所以我相信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，甚至可能有些女生也不喜欢这种怪怪的那种味道在身上，所以它2011反而出了一个更清爽的淡香水版。那淡香水版在香型类似的情况下，它把那个白松香拿掉了。对，那它取而代之的是，一样，我觉得它还是一样有一种湿湿闷闷的感觉啦，但是它拿掉那个臭臭的味道之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薄荷味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它的这个适用度更广，可以接受度更高了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2支其实我觉得都蛮好闻的，但是它们的持香时间都不是很长啊。我觉得可能2-3个小时，夏天的话可能就没了，因为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衬底的作用，你可以再跟他们其他的香水做一个结合啦。对，那推荐给大家去比较一下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特别是这个淡香精版。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 Maison Margiela 他们的无题这个品牌的淡香水跟淡香精的差异。那你光从这个瓶身跟这个水的颜色可以看得出来，淡香水它做的比较清透，然后呢，淡香精做的比较浓郁。那当然它的气味也是这样呈现，可是它气味不是只有表现在那个气味的浓厚度上面而已，它的那个表现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。淡香水它的层次会稍微多一点，它在我身上那个柑橘啊，还有那个苦橙的香气会比较清新活泼一点。然后呢，淡香精的话，它刚开始在我身上，白松香的味道比较明显，然后再来是柑橘，走到比较中后调的时候，它的那个木质感，甚至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烟熏的感觉也会呈现出来，这就是我比较明显的感受。我要不要给你看那
些那种就是无题淡香水跟淡香精这2支，它基本的元素都是白松香，它利用白松香去带出柑橘香调，然后让柑橘香调在身上可以停留比较久，跟比较有层次。那差异在于，淡香水的干净比较像是清晨阳光洒在草坪上或是果园里的那个感觉。你闻到是空气里还很干净，沾着一点点露水的果香。然后淡香精的感觉比较像是下过雨后，你会闻到空气里干净的水雾感，跟一点点带着泥土清香的草香。2支都很干净很清新，但会给人不同的感受。这个比较有活力，这个比较沉稳。然后我觉得啦，如果今天譬如说我去户外露营，这个就很像白天的感觉，这就很像晚上的感觉。2支我觉得都很适合喷在身上，因为在夏天这么闷热的天气，你会觉得这2支都会带给你很清爽的香气。那你也不用担心它的香味会很快不见，因为那个白松香的功能就是让2支的香味都可以在你身上停留比较长的时间。只是这2支的后段真的太相像了，就有点像它的名字无题的那个感觉。你可以来试看看它在身上的氛围，推荐给你们。好，哎呦，今天是这2支的比较。这支是 EDP， 我先说，因为我对它比较有点感觉。EDP 是你看了香调，你会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香调会有一个想象，感觉它是什么香水，可是这支你要来闻才会知道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主流的香气。它一开始有点苦，带有一点奇特的苦涩味，我觉得那是一个苦橙叶跟某种香材融合之后的味道。那它是走柑橘调，但它不是那种多汁，它是干干的，果皮或者是果叶的味道。那我有感觉它有一种蜡感，蜡烛的那个蜡感，它里面有一个树脂的香味，也有闻到一点点动物性的香味。气味啦，那动物性的气味，有些人很极端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就是很喜欢，有些人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。那这里头它的香调有白松香、粉香跟雪松，那这3个香调呢，把这支味道变得很独特，也很有个性。那这支的绿叶调是带有一点冷冽感、冷冷的感觉。那后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甜甜的味道才会跑出来。那这一支 EDP。我觉得它其实又更接近古龙水，就是淡淡的。那跟刚刚的 EDP 比，它差别是把白松香拿掉，还有粉香拿掉，它留下的是柑橘香调，变得很大众的柑橘调。那一开始苦涩一样有苦涩的柠檬皮味，然后柑橘调逐渐变得很柔和。那这里的柑橘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柑橘，它是不走酸的那个路线。OK， 那还有一阵一阵的，我觉得有一阵一阵的薄荷凉凉的感觉，它是很低调在香气的背后，它不会很突出。那我觉得这一杯是很像是加了柠檬片的薄荷茶，伯爵茶伯爵茶，它的那个香气很清新，然后透透有透明感的，所以它这支又比这支多了个水润感。以上，谢谢。今天来分辨无题淡香水跟淡香精的给我们的氛围感。那淡香水呢，它喷起来给我一种充满阳光的那个氛围，那很像在我们白天在出去玩的时候散发出的那种热力感。那淡香精呢，我觉得它喷在身上呢，会一开始的那个绿感比较明显，就是有点像植物的味道的感觉会比较明显。那但是时间过了之后呢，毕竟它是淡香水，它的很快的时间，它可能也挥发得快，在我身上就是时间就已经可能已经快闻不到了，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。那可是淡香精呢，我却还可以很明显的闻到它在贴肤上的味道。那它贴肤的味道又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啦，然后会让你觉得很舒服。那我觉得2支都很推荐，一个很适合在外出的时候使用，一个充满阳光的味道，一个是在室内上班的时候，让你身上都能一直重复的有这一个绿色植物的氛围在身上，2支都很推荐，谢谢。